為什麼是歐亞大陸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非洲人發明了火器、遠洋船只和鋼鐵設備？為什麼所有這些發明都源自歐亞大陸？今天我們繼續讀《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今天的讀書章節中有以上問題的答案。今天我們讀到的是第13章需求之母這個部分。想聽更多的內容，可以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還會就解讀中國文化這個專題去分享更多相關的書籍。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在個體精神層面做到文化除埃及，早日躍遷到現代文明的狀態。讓我們開始吧。第13章需求之母。1908年7月3日，考古學家在克里特島發掘古老的米諾斯宮殿時，偶然發現了一件在技術上引人注目的物品。它初看起來并不起眼，只是一個直徑 6.5 英寸、扁平、沒有彩繪的粘土圓盤。仔細觀察後發現，圓盤的兩面都刻滿了文字，文字呈螺旋形，順時針方向從圓盤邊緣一直延伸到中央，共有5圈，總計241個字母符號，被垂直線條整齊地分成多組，每組包含幾個不同的符號，可能代表着詞語。顯然，制作者精心設計了這個圓盤，確保文字能從邊緣開始，沿螺旋線寫滿所有可用空間，並在到達圓盤中央時恰好用完。這個圓盤自出土以來，一直是文字史上的一個謎團。盤上有45個不同的符號，這表明它是一種音節文字，而非字母文字。然而，它至今未能被解读，且其符號形式與任何已知的書寫系統都不同。在發現後的89年裡，這種奇特文字的零星碎片也沒有再出現過。因此，它究竟是克里特島本地的文字，還是從外地傳入的，至今仍不得而知。對技術史家而言，這個菲斯托斯圓盤更令人困惑。它估計制造於公元前1700年，這使其成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印刷品。圓盤上的符號並非像克里特島後來的 A 類和 B 類线形文字那樣是手工刻寫，而是用帶有凸起签字般的符號的印章在柔軟的粘土上壓制而成，粘土隨後被烘乾硬化。這位印工顯然擁有一套至少包含45個印章的工具，每個印章對應圓盤上的一個符號。制造這些印章顯然耗費大量勞力，他們肯定不是只為印刷這一個文件而制作的。使用這些印章的人可能需要大量複製文字，有了這些印章，印章主人就能比手寫更快、更整齊地進行複製，這是手寫複雜符號無法比擬的。菲斯托斯圓盤開啟了人類印刷業的後續努力。印刷術同樣使用字模或印版，但它是直接蘸墨水印在紙上，而不是不蘸墨水印在粘土上。然而，接下來的嘗試，直到2500年後才在中國出現，3100年後才在中世紀的歐洲出現。為什麼圓盤這種早熟的技術在古代地中海的克里特島或其他地方沒有得到廣泛採用？為什麼這種印刷方法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克里特島發明，而不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墨西哥或其他任何古代文字中心的某個时間？為什麼接着又花了数千年時間才加上墨水和压印機，最終形成了现代印刷機？這個圓盤因此成了歷史學家們的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難題。如果發明創造都像這個圓盤所顯示的那樣獨特而難以捉摸，那麼試圖對技術史進行總結的努力可能一開始就注定失敗。槍炮、病菌與鋼鐵、武器和運輸工具等技術為某些民族擴張領地、征服其他民族提供了直接手段，這使得技術成為歷史大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但是，為什麼是歐亞大陸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發明了火器、遠洋船只和鋼鐵設備？這種差異也體現在從印刷機到玻璃和蒸汽機等大多數其他技術進步上。為什麼所有這些發明都源自歐亞大陸？儘管世界上最豐富的銅礦和鐵礦分別在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但為什麼到公元1800年，所有新幾内亞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仍在使用数千年前已在歐亞大陸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被淘汰的石器？所有這些事實让許多外行人想當然地認為，歐亞大陸人
在創造力和智力方面高於其他民族。另一方面，如果在人類神經生物學方面不存在能解釋各大洲技術發展差異的任何不同，那麼該如何解釋這種差異呢？另一種觀點是基於發明創造的英雄理論，技術進步似乎特別依賴於少數稀有的天才，如約翰內斯·古登堡、詹姆斯·瓦特、托馬斯·愛迪生和萊特兄弟。他們或是歐洲人，或是移居美國的歐洲人後裔。阿基米德和古代一些稀有天才也是歐洲人。難道這樣的天才就不會出現在塔斯馬尼亞島或納米比亞嗎？難道技術史僅僅有幾個發明家的出生地這些偶然因素決定的嗎？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並非關乎個人創造力，而是整個社會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問題。有些社會无可救藥地保守、內向、敵視變革。許多西方人曾試圖幫助第三世界人民，最終卻灰心喪氣。他們普遍有這種印象：第三世界的人作為個體似乎非常聰明，問題似乎出在他們的社會。否則，又如何解釋澳大利亞東北部的土著沒有採用弓箭呢？而他們明明見過與他們進行貿易的托雷斯海峽島民在使用弓箭。也許整個大陸的所有社會都不接受新事物，因此導致技術發展緩慢。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本書的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在不同的大陸上，技術會以不同的速度演進？需要之母，我們討論的起點是格言“需要乃發明之母”所表達的普遍觀點，也就是說，發明可能源於社會一種未被滿足的需求。人們普遍認為某種技術不夠完善，或其作用有限，渴望成為發明家的人，在金錢和名譽的驅使下，覺察到這種需求，並努力去滿足它。最終，某個發明家想出了一個比現有技術更優的解決方案。如果這個方案符合社會價值觀，並能與其他技術協調，社會就會採納它。相當多的發明符合需要乃發明之母這種常識性觀點。1942年，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制定了曼哈頓計劃，其明確目標是在納粹之前發明制造原子彈所需的技術。3年後，該計劃成功，耗資2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00多億美元。其他例子包括1794年，伊萊惠特尼發明軋棉機，以取代繁重的手工剝離美國南部棉花棉絨的工作，以及1769年詹姆斯·瓦特改进蒸汽機，以解決英國煤礦抽水的問題。這些耳熟能詳的例子使我們誤以為其他重大發明也是為了滿足被覺察到的需求。事實上，許多或大多數發明都是由好奇心驅動或喜歡修修補補的人創造的，當初並不存在对他們所設想產品的任何需求。一旦發明了某種裝置，發明者就必須為其尋找應用場景，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當一段時間後，消費者才會感到他們需要它。還有一些裝置最初是為了一個目的發明的，但最終卻在其他的意想不到的目的中找到了它的大部分用途。這些尋求用途的發明包括現代大多數重大技術突破，從飛機和汽車到內燃機和電燈泡，再到留聲機和晶體管，種類繁多。了解到這一點，也許會令人驚訝。因此，發明常常是需求之母，而不是相反。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托馬斯·愛迪生發明留声机的歷史。留声機是這位现代最偉大的發明家、最具創造性的發明之一。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他的第一台留聲機，並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發明可以有10種用途，其中包括保存垂死之人的遺言、錄下書籍內容供盲人聽、為時鐘報時，以及教授拼寫。音樂複製在他列舉的用途中並不優先。幾年後，愛迪生對他的助手說，他的發明沒有任何商業價值。又過了不到幾年，他改变了主意，開始銷售留聲機，但用作辦公室口述記錄機。當其他企業家將留聲機改裝成播放流行音樂的投幣式自動唱機時，愛迪生反对這種糟蹋他發明的做法，因為這顯然貶低了他的發明在辦公室裡的正經用途。直到大約20年後，愛迪生才勉強承認，他的留聲機主要用途是錄放音樂。機動車
是另一個在今天看來用途似乎顯而易見的發明。然而，它並不是為滿足任何特定需求而發明的。當尼古劳斯·奧托於1866年制造出他的第一台燃气發動機時，馬匹在滿足陸上運輸需求方面已經有近6000年的歷史。近幾十年裡，又日益得到蒸汽動力鐵路的補充。當時沒有馬匹短缺的危機，人們對鐵路也沒有任何不滿。由於奧托的發動機力量小、笨重，且高達7英尺，所以它並不比馬匹更具優勢。直到1885年，發動機的改進才使得哥特利布·戴姆勒能將一台發動機安裝到自行車上，制造出第一輛摩托車。他直到1896年才制造出第一輛卡車。1905年，机动車仍然是有錢人的昂貴而不可靠的玩物。公众对馬匹和鐵路的滿意度一直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方認定他們確實需要卡車。戰後，卡車制造商和軍隊進行了大量游說，使公众相信他們对机动车輛的需求，從而使卡車開始在工業化國家取代馬車。即使在美國最大的城市，這種改變也花費了50年的時間。發明家們常常不得不在沒有公眾需求的情況下，長期堅持他們的修修補補工作，因為他們早期的原型機性能太差，派不上用場。最早的照相機、打字机和電視機都像奧托那7英尺高的內燃發動機一樣，令人望而卻步。這使得發明者難以預知他們可怕的原型機最終是否能被使用，從而也難以決定是否應該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費用進行進一步的開發。美國每年頒發的約7萬份的專利證書，但只有少數專利最終進入商業生產階段。一項重大發明最終得到使用，就有不計其數的其他發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發明當初是為了滿足特定需求而設計的，後來在滿足意外需求方面被證明更有價值。儘管詹姆斯·瓦特設計他的蒸汽機是為了從煤礦裡抽水，但他很快就為棉紡廠提供動力，接着又以大得多的利潤推动着機車和輪船前進。因此，我們用來開啟討論關於發明的常識性觀點，實際上顛倒了發明的常見作用和需求之間的關係。他也誇大了瓦特和愛迪生這類稀有天才的重要性。所謂發明的英雄理論之所以受到專利法的鼓勵，是因為申請專利必須證明所提交的發明具有新意。發明者出於經濟動機會貶低或忽視前人的成果。從專利律師的角度看，最佳發明就是前所未有的發明，就像雅典娜完全從宙斯前額跳出來一樣。實際上，即使对那些最著名且顯然具有決定意義的现代發明来說，某人發明某物這種直白說法的背後也隱藏着被忽視的先例。例如，我們常說詹姆斯·瓦特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據說他受到水壺蒸汽冒出的啟發。這個故事固然精彩，可惜的是，瓦特制造自己蒸汽機的想法實際上是在他修理托馬斯·紐克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機時產生的。這種蒸汽機是紐克曼在57年前發明的，到瓦特修理時，英格蘭已經制造出100多台，而紐克曼的蒸汽機又是在英國人托马斯·薩弗里於1698年獲得專利之後才出现的。但在薩弗里獲得專利之前，法國人丹尼·帕庞已經於1680年左右設計出這種蒸汽機，雖然他並沒有制造出來，而帕龐的設計思想則來源於他的前人荷蘭科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及其他人。所有這些並非否認瓦特极大地改进了紐克曼的蒸汽機。瓦特的巨大貢獻在於他將一個獨立的蒸汽冷凝器與一個往复式气缸結合，就像紐克曼曾極大地改進了薩弗里的蒸汽機一樣。對所有有足夠文獻證明的现代發明都可以講述類似的發展史。公認的發明天才通常是效仿了先前的發明者，這些先前的發明者也有同樣的目標，並且已經做出了一些設計，制造了一些工作樣機，甚至像紐克曼的蒸汽機那樣是成功投入商業使用的樣機。愛迪生1879年10月21日夜間著名的白炽燈泡發明，只是對1841年至1878年間其他發明者獲得專利的許多白炽燈泡的改进。同樣，萊特兄弟的載人飛機之前
亦有奧托·利林塔爾的載人無動力滑翔機和塞缪爾·蘭利的不載人動力飛機。塞缪爾·莫爾斯的電報機之前，已經有約瑟夫·亨利、威廉·庫克和查爾斯·惠斯通的電報機，而伊萊·惠特尼的內陸短絨棉壓棉機不過是幾千年來長絨棉压棉機應用範圍的擴大罷了。所有這些並非要否認瓦特、愛迪生、萊特兄弟、莫爾斯和惠特尼做出的巨大改進，從而增加了或開創了商業成功的機會。如果沒有這些公認發明者的貢獻，發明物最終採用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某些天才發明家不在某個時候出生在某個地方，世界史的廣泛模式會不會因此產生重大的變化？答案很清楚，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人。所有公認的著名發明家都有一些有能力的先行者和後來者，而且他們是在社會有可能使用其成果的時候，對原有發明做出改进的。我們將會看到，對菲斯托斯圆盘印章做出改进的那位英雄的悲劇在於，他發明了當時社會無法大規模利用的東西，從修修補補到印刷機。到目前為止，我舉的例子都來自現代技術，因為现代技術發展史是眾所周知的。我的2個主要結論是，技術的發展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孤立的英雄行為，以及技術在發明出來後，大部分得到了使用，而不是為了滿足某種預見到的需求。如果把這2個結論應用於沒有文獻證明的古代技術發展史，那就更具說服力。當冰期的狩獵採集族群注意到爐膛裡焚燒過的沙子和石灰岩殘留物時，他們不可能預見到這種長期偶然積累的發現會導致公元1年最早的羅馬玻璃窗。這種積累過程是從最早約公元前4000年表面有半透明薄塗層的物品，到最早約公元前2500年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獨立的類似玻璃品，再到最早約公元前1500年的玻璃器皿。至於那些已知最早的表面半透明薄涂層本身是如何制作出來的，我們一無所知。不過通過觀察今天在技術上原始的族群，例如我與之一同工作的新幾內亞人，我們可以推斷史前的發明方法。我曾提到，他們能識別數百種當地植物和動物，知道每种是否可食用、其药用價值及其他用途。新几内亚人同樣能向我講述他們周圍的幾十種石頭，告訴我每種的硬度、顏色，在敲打或削鑿時的情況，以及各種用途。所有這些知識都是通過觀察和反覆試驗獲得的。每當我帶領新幾內亞人到遠離他們家鄉的地方工作時，我都看到了這種發明過程正在進行。他們不斷地在森林裡撿起不熟悉的東西，拿在手中把玩，偶爾發現有用，就會帶回家。當我放棄營地，當地人跑來在丟棄物中尋找有用的東西時，我看到了同樣的過程。他們把玩我丟棄的東西，設法弄清楚他們在新幾內亞社會裡是否有用。丟棄的馬口鐵罐的用途很容易確定，它們最終被重新用作容器。其他東西則經過實驗，用於完全不同於最初制造時的目的。那支黃色的2號鉛筆，插入穿孔的耳垂和鼻格做裝飾品，會不會很漂亮？那塊碎玻璃是否很鋒利、很結實，可以當刀來使用？古人能夠利用的原料都是自然材料，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如石頭、木頭、骨頭、獸皮、纖維、粘土、沙子、灰岩和礦物。人們根據这些材料逐步學會了把某些石頭、木頭和骨頭制成工具，把某些粘土制成陶器和磚，把沙子、灰岩和其他污物混合制成玻璃，加工現有的純軟金屬如銅和金，後來又從銅礦石中提煉金屬，並最終加工硬金屬如青銅和鐵。通過反覆實驗而發展的過程，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從原料中產生火藥和汽油。可燃燒的自然產物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例如富含樹脂的原木在營火中爆燃。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人通過加熱天然沥青提煉出大量石油。古希臘人發現，石油與沥青、樹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種混合物可用作火攻武器，通過弩炮、弓箭、火焰炸彈和船只發射。
中世紀伊斯蘭煉金術士為生產酒精和香水而發明的蒸餾技術，也使他們将石油蒸餾成硫酚，其中一些證明是威力更強的燃燒劑。這些通過手榴彈、火箭和爆炸裝置發射的燃燒劑，在伊斯蘭最終戰勝十字軍的戰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此之前，中國人也觀察到硫磺、木炭和硝石的一種特殊混合物，爆炸力極強。這種混合物就是火藥。約公元1100年，伊斯蘭的一篇化學論文介紹了火藥的7種配方，而公元1280年的一篇論文則提到了70多種適用於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种用于火箭，另一种用于大炮。至于中世紀後的石油蒸餾，19世紀的化學家們發現，中間硫分油可用作油燈燃料。這些化學家將最易揮發的硫分，也就是汽油，當作無用的廢品拋棄，直到後來才發現，它是內燃機的一種理想燃料。今天，還有誰記得汽油這種現代文明的燃料，當初曾是又一個尋求用途的發明呢？推動新技術的採納。一旦發明家發現一項新技術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說服社會採納它。僅僅有一種更大、更快、更高效的工作裝置，並不能保證人們會欣然接受它。無數這類技術要麼根本從未被採用，要麼僅僅在長期抵制後被採用。這方面的著名例子有：1971年，美國國會拒絕考慮為發展超音速運輸提供資金；全世界繼續拒絕一種高效打字機鍵盤設計，以及英國長期不願採用電燈照明。那麼，究竟是什麼促使社會接受新發明呢？首先，讓我們比較一下在同一個社會內對不同發明的接受能力。結果顯示，至少有4個因素影響着對發明的接受。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因素，是與現有技術相比較的相對經濟利益。儘管輪子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會中並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發明了帶車軸和車輪的玩具車，但不是用於運輸。這在我們看來似乎不可思議，直到我們想起古代墨西哥人沒有可以套上他们帶輪子車子的牲口，因此這種車子並不比搬運工有任何優勢。第二個考慮是社會價值和聲望，這種考慮可以不顧或沒有經濟利益。今天，成千上萬的人購買設計師品牌牛仔褲，而這種牛仔褲的價格是同樣耐穿的普通牛仔褲的2倍，因為設計師標籤的社會聲望價值超過了額外的花費。同樣，日本繼續使用其麻煩的嚇人的漢字書寫系統，而不願使用高效的字母或使用日本自己的高效假名音節文字，因為與漢字體系相關的社會聲望實在太大了。另一個因素是新發明是否符合既得利益。本書和你讀過的幾乎每一份其他打印文件一樣，都是用標準打字機鍵盤打印出來的。這種鍵盤因其上排最左邊的6個字母而得名。雖然現在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打字機鍵盤的這種安排是在1873年作為一種反工程業績設計的。它使用了一系列的故意為難的花招，目的在於迫使打字員盡可能放慢打字速度。例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鍵都拆散並集中在左邊，習慣用右手的人必須用他不習慣的左手。這些似乎產生相反效果的特點，其真正原因是在1873年發明的這種打字機上，連續快速敲擊相鄰的鍵會導致這些鍵互相卡住，所以制造打字機的人不得不讓打字員放慢打字速度。當打字機改進後，解決了卡鍵問題。1932年，為提高效率而設計的鍵盤進行的實驗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打字速度，並減少 95% 的打字力氣。但到那時，標準鍵盤也就是故意慢速打字鍵盤的數百萬打字員、打字教師、打字機和電腦銷售員，還有打字機生產廠商的既得利益，在60多年裡壓制了所有提高打字機鍵盤效率的行動。雖然這個關於標準打字機鍵盤的故事聽起來可能有些滑稽，但許多類似的例子卻涉及重大的多的經濟後果。晶體管是在美國發明和獲得專利的，但為什麼現在卻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體管化電子消費品市場，以致破壞了美國與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因為就在美國的電子器件消費工業拼命生產真空管，
並且不願與自己的產品競爭的時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購買了西方電器公司的特許權。為什麼英國的城市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和德國城市已經改用電燈為街道照明之後很久，仍在用煤氣為街道照明？因為英國的一些市政府已經對煤氣照明進行了大量投資，從而對競爭的電燈公司設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礙。影響接受新技術的最後一個考慮是新技術的優點是否能夠很容易地看到。公元1340年，當火器尚未到達歐洲大部分地區時，英格蘭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碰巧遇到了西班牙的塔里法戰役。阿拉伯人在戰鬥中對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這兩位伯爵對他們所見到的景象印象深刻，於是將大炮引進英國軍隊。英國軍隊熱情地採納了大炮，並於6年後的克勒西戰役中將其用於對付法國士兵。因此，輪子、設計師品牌牛仔褲和標準打字鍵盤說明了同一個社會對所有發明接受程度不一的各种原因。反過來說，對同一發明的接受力在同时代的社會中也是大不相同的。我們都熟悉那個想象出來的普遍規律，即第三世界農村社會不像西方工業社會那樣容易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工業化的世界內，某些地區的接受能力也比其他地區強得多。如果這種差異存在於整個大陸範圍內，那麼它們也許能說明為什麼某些大陸的技術發展快於其他大陸。例如，如果澳大利亞的所有土著社會由於某種原因一律抵制变革，那也許能說明為什麼當金屬工具在其他每一個大陸出現後，他們仍然在使用石器。社會之間在接受能力方面的差異是如何產生的呢？技術史家們提出了至少14個說明性因素。一個因素是預期壽命變長了。原則上，這應該能讓未來的發明家不僅有耐心和把握制定長期延遲獲益的開發計劃，還能有多年時間積累技術知識。因此，現代醫藥帶來大大延長的期望壽命，可能加快了近代發明速度的步伐。其次，有5個因素涉及社會的經濟和組織。第一，古典時期廉價的奴隸勞動可能阻礙了當時的發明創造，而現在的高工資或勞動力短缺則刺激了尋求技術解決方案。例如，移民政策的改变可能切斷加利福尼亞農場的廉價墨西哥季節工來源，但這種可能性鼓勵了加利福尼亞開發可用機器收穫的番茄品種。第二，在現代西方，保護發明者所有權的專利權和其他財產權獎勵發明，而在現代中國，缺乏這種保護妨礙了發明。第三，現代工業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技術培訓機會，這一點中世紀的伊斯蘭國家做到了，而現在的扎伊爾則沒有。第四，與古羅馬經濟不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使得投資技術開發有可能獲得回報。第五，美國社會強烈的個人主義允許有成就的發明者為自己賺錢，而新幾内亞牢固的家族關係確保了一個人一旦開始賺錢，就要與10幾個指望搬來同吃同住的親戚一起分享。另外4個設想的解釋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而不是經濟或組織方面的。第一，創新努力必不可少的冒險行為在某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更普遍。第二，科學觀點是文藝復興後歐洲社會的獨特特徵，對於歐洲社會現代技術的卓越地位，這種特徵功不可沒。第三，對各種觀點和異端觀點的寬容促進了創新，而濃厚的傳統觀念，如中國強調中國古代經典，則扼殺了創新。第四，宗教在其與技術創新的關係上差異很大。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據說與技術創新特別兼容，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婆羅門教的某些教派可能與技術創新特別不兼容。所有這10個假設似乎都說得通，但其中沒有一個與地理有必然聯繫。如果專利權、資本主義和某些宗教真的对技術起了促進作用，那麼又是什麼決定了這些因素在中世紀後的歐洲出現，而不是在同時代的中國或印度出現？至少這10個因素影響技術的方向似乎是清楚的。其余4個疑義中的因素，戰爭、
集中統一的政府、氣候和豐富的資源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時候他們促進技術，有時候他們抑制技術。第一，在整個歷史上，戰爭常常是促进技術革新的主要因素。例如，二戰期間对核武器以及一戰期间对飞机和卡车的巨額投資，開創了全新的技術領域。但戰爭也能給技術發展帶來破壞性極大的挫折。第二，強有力的集中統一政府在19世紀後期的德國和日本對技術起了推動作用，而在公元1500年後的中國則對技術起了抑制作用。在這裡加一個資料補充，據張維迎教授的調查研究，近代500年裡，中國的發明創造幾乎為零。他根據英國科學博物館的學者傑克·喬利納的統計，從約25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100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有30項，佔 3%。這30項全部出現在公元1500年之前，佔1500年前全球163項重大發明的 18.4%。其中最後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在1500年之後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第三，許多北歐人認為，在气候條件嚴峻的地方，技術能夠繁榮發展，因為在那裡沒有技術就不能生存；而在溫和的氣候下，技術則會枯萎凋零，因為那裡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會從樹上掉下來。一種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有利的環境使人們無需為生存進行不懈鬥爭，而可以專心從事創作活動。第四，人們也一直在爭論，促進技術發展的究竟是環境資源的豐富還是短缺。豐富的資源可以促進利用這些資源的發明創造，例如在多河流、多雨的北歐地區的水墨技術。但為什麼水墨技術卻沒有在甚至更多雨的新幾內亞更迅速地發展起來？有人認為英國森林遭到破壞，是因為它很早就在採煤技術方面領先的原因。但為什麼在中國濫伐森林卻沒有產生同樣的結果呢？關於社會在接受新技術方面為什麼會存在差異，上述討論並未窮盡所有提出的解釋。更糟的是，所有這些大致準確的解釋都沒有考慮到這些解釋背後的最終因素。這看起來也許就好像我們想要了解歷史進程的嘗試遭遇了一次令人灰心喪氣的挫折，因為技術無疑是歷史上最強大的推动力之一。然而，現在我要說，影響技術創新的獨立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而這一點實際上使了解歷史的廣泛模式變得不是更困難，而是更容易了。就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而言，這一長串問題中的主要問題是，影響技術創新的這些因素在大陸之間是否存在全面的差異，從而導致各大陸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差異。大多數外行人和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明確表示，有的心照不宣。例如，人們普遍認為澳大利亞土著作為一个群體，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導致他們技術落後的共同特點。他們過去或現在大概都是保守的，生活在一種想象中的創造世界的黃金時代，而不是注意改善現在的實際方法。一位研究非洲的主要歷史學家則把非洲人說成是性格內向，缺乏歐洲人的那種擴張慾望。但是所有這類說法都純粹基於猜測，目前還沒有人研究過兩個大陸上具有相同社會經濟條件的許多社會，以證明這兩個大陸民族之間存在全面的意識形態差異。人們通常使用的是循環論證，由於存在技術上的差異，因此可以推斷出相應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事實上，我經常在新幾內亞觀察到，那裡的土著社會在流行觀點上彼此差異很大，就像工業化的歐洲和美國一樣。傳統的新幾內亞有抵制新生活方式的保守社會，同一些有選擇地採納了新生活方式富有創造性的社會交織在一起。結果，隨着西方技術的輸入，那些比較有創新精神的社會現在正利用西方的技術來征服他們保守的鄰居。例如20世紀30年代，當歐洲人首次到達新幾內亞東部高原地區時，他們發現了幾十個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石器時代部落，其中欽布部落在採納西方技術方面特別積極，
當親部人看到白人移民種植咖啡，他們也開始將咖啡作為經濟作物來種植。1964年，我遇到一位50歲的親部男子，他不識字，穿着傳統的草裙，儘管他出生在一個仍舊使用石器的社會，卻靠種植咖啡發了財。他用賺來的10萬美元現金買下了一個巨牧場，還買了一隊卡車，用來把他的咖啡和木材運往市場。相比之下，與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個毗鄰高原民族达里比族就特別保守，對新技術毫無興趣。當第一架直升機在达里比人的地區降落時，他們只是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後回去繼續幹他們的活。如果是親部人，他們就會為租用它而來討價還價。結果，親部人現在正在遷入达里比人的地區，接收他們的土地改為種植園，並把达里比人變為他們幹活的勞工。其他每個大陸都有這種情況。某些土著社會顯示出很強的接受力，他們有選擇地採納外來的生活方式和技術，並成功地融入自己的社會。在尼日利亞，伊波族像新幾內亞的親部族一樣，成了當地富有进取心的族群。今天美國人數最多的印第安部落是纳瓦霍族。歐洲人到來時，他們不過是幾百個部落中的一個，但納瓦霍人的適應能力特別強，並能有選擇地對待新事物。他們將西方的燃料與自己的紡織結合起來，他們做银匠和農場工人。現在，他們雖然仍住在傳統的住宅裡，但已學會了開卡車。同樣，在據稱保守的澳大利亞土著中，既有接受能力強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会。一個極端是塔斯馬尼亞人，他們仍舊使用石器，這種工具在幾萬年前的歐洲已經被其他工具所取代。即使在澳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也已經不再使用。另一個極端是澳大利亞東南部一些捕魚為生的土著族群，他們發明了管理魚群的複雜技術，包括修建溝渠、魚梁和魚柵。因此，即使在同一個大陸上，各社會之間在發展和接受新事物方面也大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個社会內部，在時間上也会有所不同。現在，中東的伊斯蘭社會相对而言比較保守，並不處於技術的最前沿，但在中世紀，伊斯蘭社會在技術上卻是先進的，能夠接受新事物。它的識字率比同時代的歐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希臘文明的遺產，以致許多古典希臘書籍只有通過阿拉伯文譯本才能為我們所知。它發明或精心制作了風車、潮汐驅動的碾磨、三角學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術、機械工程、化學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採用了中國的紙和火藥，又將其傳入歐洲。在中世紀，技術絕大部分是從伊斯蘭世界流向歐洲，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從歐洲流向伊斯蘭世界。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以後，技術的淨流向才開始逆轉。中國的發明創造也引人注目地隨時間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更具創新性、更先進，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中国的一系列發明包括运河闸門、鑄鐵、深鑽技術、高效牲畜碗具、火藥、風筝、磁羅盘、活字、瓷器、印刷、船尾舵和渡輪車。其後，中國就不再創新了，其原因我們將在本書的後記中推斷。相反，我們現在是西歐及其衍生的北美社會，是现代世界技術創新的領導者。但直到中世紀後期，西歐的技術仍未能達到舊大陸任何其他文明地區那樣先進的水平。因此，認為有些大陸的社會總是富有創新精神，有些大陸的社會總是趨於保守，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大陸上，都有富有創新精神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此外，在同一個地區內，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遲早會發生波動。細想起來，如果一個社會的創新精神取決於許多獨立的因素，那麼這些結論是完全可以預料的。如果對所有這些因素沒有詳盡的了解，創新精神就變得不可預測。因此，一些社會科學家仍在爭論，為什麼伊斯蘭世界、中國和歐洲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會發生變化？
為什麼欽布人、伊波人和納瓦霍人比他們的鄰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這些情況的具體原因是什麼？然而，對於研究廣泛歷史模式的人來說，這些情況的具體原因並不重要。影響創新精神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反而使歷史學家的任務變得更容易。他只要将社會之間在創新精神方面的差異轉換為基本上一種隨機變量就行。也就是說，在任何特定時間的一個相當大的區域內，如整個大陸，總會有一定數量的社會可能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川博的易得性，創新實際上來自何方？除了過去的少數完全與世隔絕的社會外，對所有社會來說，許多或大多數技術並非本地發明，而是從其他社會借鉴而來。本地發明與借用技術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發明某項技術的難易程度，以及某個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接近程度。有些發明是通過處理天然原料直接產生的，這些發明在世界史的不同地點和時間曾多次獨立發展。一個例子我們已經仔細探討過，即至少在9個地方獨立進行的植物馴化。另一個例子是陶器。陶器的產生可能源於觀察粘土這種非常普遍的天然材料在曬乾或受熱時的變化。陶器大約在14000年前出現於日本，不遲於大約1萬年前出現於新月沃地和中國，之後又出現於亞馬遜河地區、非洲的撒赫勒地帶、美國東南部和墨西哥。文字是一個難得多的發明。文字的發明不是通過对任何天然材料的觀察。我們在第12章看到，文字只有少數幾次是獨立發明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顯然只產生過一次。其他一些困難的發明包括水輪、轉磨、齒輪裝置、磁羅盤、風車和照相機暗箱。所有這些在舊大陸只發明過1次或2次，而在新大陸則從未發明過。這些複雜的發明通常是靠借用獲得的，因為它們的傳播速度要比在當地獨立發明的速度快。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輪子。已證明的最早的輪子約在公元前3400年出現於黑海附近，接着在幾個世紀內又在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出現。所有這些舊大陸的早期輪子都有一個獨特的設計，一個由3塊厚木板拼成的實心圓盤，而不是一個帶有輻條的輪圈。相比之下，印第安社会畫在墨西哥的陶器上的唯一的輪子則是由1塊木板做成的。由此可見，這是輪子的第2個獨立發明。正如人們從新大陸與舊大陸文明隔絕的其他證據所預料的那樣，沒有人認為在人類史上經過了700萬年沒有輪子的時期後，在舊大陸的許多獨立地點僅在相隔不到幾百年的時間內多次出現了舊大陸那種獨特設計的輪子。實際上，想必是這種輪子的功用使其在舊大陸從唯一的發明地由東向西迅速傳播。舊大陸在古代還有其他一些複雜技術從一個西亞發源地向東向西傳播的例子，其中包括門鎖、滑輪、轉磨、風車以及字母。新大陸的技術傳播例子是冶金術，它是從安第斯山脈地区經巴拿馬傳到中美洲的。一個用途廣泛的發明在一個社會出現後，它往往會以2種方式向外傳播。一種方式是其他社會看到或聽說了這個發明，覺得可以接受，於是就採用了。另一種方式是沒有這種發明的社會發現與擁有這種發明的社會相比，自己處於劣勢。如果這種劣勢大到一定程度，他們就會被征服並被取而代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火槍在新西蘭毛利人部落之間的傳播。其中一個叫恩加普西的部落於1818年左右從歐洲商人那裡得到了火槍。在其後的15年中，新西蘭被所謂的火槍戰爭攪得天翻地覆。沒有火槍的部落要麼也去弄到火槍，要麼被已經用火槍武裝起来的部落所征服。結果到1833年，火槍技術傳遍了整個新西蘭，所有幸存的毛利人部落此時都已經擁有火槍。如果一些社会從發明某項新技術的社会採納了這項技術，這時技術傳播的情況可能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和平貿易。
如1954年晶體管從美國傳播到日本；間諜活動，如公元552年家產從東南亞偷運到中東；移民，如1685年被法國驅逐出去的20萬胡格諾派教徒將法國的玻璃和服裝制作技術傳播到整個歐洲。最後是戰爭。最後一個至關重要的例子是中國造纸術傳入伊斯蘭世界。這之所以可能，是由於公元751年阿拉伯軍隊在中亞的塔拉斯河戰役中擊敗了中國軍隊，在戰俘中發现了一些造紙工匠，於是就把他們帶到了撒馬爾罕，建立了造紙業。我們在第12章看到，文化的傳播可以通過詳盡的藍圖進行，也可以通過刺激重新發明細節的模糊思想進行。雖然第12章說明的是傳播文字的方法，但這些方法同樣適用於傳播技術。上一段舉的是藍圖複製的例子，而中國的瓷器制造技術傳入歐洲，則是一個長期傳播的例子。瓷器是一種紋理細密的半透明陶器，約公元7世紀在中國發明。當瓷器於14世紀開始經絲綢之路到達歐洲時，當時歐洲人還不知道它的制造方法，人們對它讚嘆不已，並進行了多次不成功的仿製嘗試，直到1707年，德國煉金術士約翰·波特格爾在用多種制作方法將各種礦物與粘土混合，進行了長期試驗後，才偶然發現了解決方案，從而建立了如今聞名遐迩的麥森瓷器工厂。後來在法國和英格蘭進行的或多或少獨立的試驗，產生了塞弗勒陶瓷、韋奇伍德陶瓷和斯波德陶瓷。因此，歐洲的陶瓷工匠必須自行再創造中國的制作方法，但他們這樣做是受到眼前那些完美無瑕的產品作為榜樣的刺激，從而激發了他們的創作欲望。被放棄的技術，社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接受來自其他社會技術的難易程度不同。近代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马尼亞島上的土著，他們生活在一個距離澳大利亞100英里的島上，沒有任何遠洋水運工具，而澳大利亞本身就是一個最孤立的大陸。在過去1萬年中，塔斯马尼亞人與任何其他社會都沒有接觸，除了他們自己的發明外，他們沒有得到過任何技術。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内亞人由於有印度尼西亞島群將他們與亞洲大陸隔開，所以只能從亞洲得到一點零星的發明。在發明傳播中，最容易接受發明的社會是大陸上一些根基深厚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術發展最快，因為他們不僅積累了自己的發明，也積累了其他社會的發明。例如，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於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又繼承了希臘的學術。技術傳播以及使技術傳播成為可能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得到了某些社會竟然放棄強大技術的充分證明。這一做法令人費解。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有用的技術一旦獲得，就必然會流傳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技術來取而代之。事實上，技術不僅必須獲得，也必須保持，而這取決於許多不可預測的因素。任何社會都會經歷一些社會運動和時尚，此時一些沒有經濟價值的東西變得有價值起來，而一些有用的東西也暫時失去了價值。今天，當全球幾乎所有社會相互聯繫時，我們無法想象某種時尚會發展到人們竟然會拋棄一項重要技術的地步。一個暫時反對一項具有重大作用的技術的社會，會繼續看到它被鄰近社會使用，並且也有機會在技術傳播時重新獲得它。或者，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會被鄰近社會所征服。但這種時尚會在孤立的社會中長久不衰。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棄槍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達日本。當時2名葡萄牙人帶着原始的火繩槍，乘坐一艘中國貨船抵達日本。日本人對這種新式武器印象深刻，於是開始本地制造，並大大改進了槍支制造技術。到公元1600年，日本擁有的槍支數量和質量都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於日本接受火器，
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數眾多的武士階層，對他們來說，刀是他們階層的象徵，也是藝術品，同時也是征服下層階級的工具。日本以前的戰爭是使用刀的武士之間面对面的个人搏鬥，他們站在空地上，說幾句老套的話，然後以能體面地進行戰鬥而自豪。如果碰上農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槍支乒乒乓乓亂放一氣，這種行為就是白白送死。而且槍是外國的發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鄙視，就像1600年後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的鄙視一樣。由武士控制的政府開始只允許幾個城市生產槍支，然後又規定生產槍支需要獲得政府特許，再後來只為向政府生產槍支的廠家發放許可證，最後又減少了政府對槍支的訂單，直到日本再次幾乎沒有實際可用的槍支。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有一些鄙視槍支並極力限制槍支使用的統治者，但這些限制措施在歐洲並未發揮多大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哪怕是短暫地放棄了火器，很快就會被用槍支武裝起來的鄰國打垮。只是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且孤立的海島，它才沒有因為隔絕這種具有巨大作用的新軍事技術而受到懲罰。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裝備有許多大炮的艦隊訪問日本，使日本相信有必要恢復槍支制造。直到這時，日本因孤立而得到的安全狀況才告結束。日本拒絕槍支和中國放棄遠洋船只，以及放棄機械鐘和水力驅動紡紗機，是歷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會技術倒退的著名例子。其他技術倒退的事件在史前時期也發生過。最極端的例子是塔斯馬尼亞的土著，他們甚至放棄了鼓氣和捕魚，成為現代世界技術最簡陋的社會。澳大利亞土著可能採用過弓箭，後來又放棄了。托里斯海峽諸島的島民放棄了獨木舟，而加瓦島的島民在放棄獨木舟後又重新採用。陶器在整個伯利尼西亞都被放棄了。大多數伯利尼西亞人和許多美拉尼西亞人在戰爭中放棄使用弓箭。極地愛斯基摩人失去了弓箭和單人划子，而多塞特愛吉斯摩人則失去了弓箭、弓鑽和狗。這些例子我們初聽起來會覺得稀奇古怪，但他們很好地證明了技術史上地理條件和技術傳播的作用。如果沒有技術的傳播，獲得的技術會更少，而丟失的現有技術會更多。自我催化過程，由於技術能產生更多的技術，一項發明的傳播的重要性可能會超過原有發明的重要性。技術史為所謂的自我催化過程提供了例證，也就是整個過程通過自身的催化，以遞增的方式加速。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爆炸令我們今天的人印象深刻，但中世紀的技術爆炸與青銅時代相比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而青銅時代的技術發展又使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技術發展相形見絀。技術往往會催化自身的一個原因是，技術的進步取決於之前對一些簡單問題的掌握。例如，石器時代的農民不會直接開始煉鐵和加工鐵，因為那必須有高溫的煉鐵爐才行。鐵礦、冶金術是人類幾千年經驗的結晶。人類開始時只是利用天然顯露的軟質純金屬，如銅和金，在不需加熱的情況下將其捶打成型。它也是一些簡單爐窯幾千年發展的結果。這些爐窯用來燒製陶器，後來又被用來提煉銅礦和熔煉青銅銅合金。因為做這些事不需要像煉鐵那樣的高溫，在新月沃地和中國，只有在有了大約2000年的青銅冶煉經驗之後，鐵器才變得普遍起來。當歐洲人的到來縮短了新大陸的獨立發展軌跡時，新大陸社會剛開始制造青銅器，還沒有開始制造鐵器。自我催化的另一個原因是新技術和新材料通過重新組合可以產生更新的技術。例如，為什麼印刷術的傳播發生在公元1455年古登堡印刷他的聖經之後的中世紀歐洲，而不是發生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無名壓印工印制菲斯托斯圓盤之後？
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紀歐洲的印工能夠將6項新技術結合起來，而這些新技術的大部分是菲斯托斯圆盤制作者无法得到的。在这些技術進步、紙、活字、冶金術、印刷機、油墨和文字中，紙和關於活字的思想是從中國傳入歐洲的。古登堡發明的用金屬模子鑄字的辦法，克服了字體大小不一這個致命問題。他的辦法又取決於冶金術的許多發展成果，用於冲壓字母的鋼，做字模用的青銅或青銅合金，後來用鋼代替做皱模用的鉛，還有做活字用的錫鋅鉛合金。古登堡的印刷機來自榨酒和橄欖油的螺旋壓床，而它的油墨則是在现有墨水中加油改捏而成。中世紀歐洲從3000年的字母發展中繼承的字母文字適合用活字印刷，因為只需浇注幾十個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國文字那樣需要幾千個語言符號。在所有的這6個方面，要將具有重大作用的技術結合成一個印刷系統，菲斯托斯圓盤制作者能夠得到的機會比古登堡少得多。這個圓盤的書寫材料是粘土，其體積和重量都比紙大得多。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島在冶金技術、油墨和印刷机方面比公元1455年的德國都要原始，因此菲斯托斯圓盤必須用手來壓印，而不是用裝在金屬框子裡的浇铸活字加上油墨來印刷。圓盤上的文字是一種音節文字，比古登堡使用的羅馬字母符號更多，結構也更複雜。結果菲斯托斯圓盤的壓印技術比古登堡的印刷機笨拙得多，比手寫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技術上的缺點外，在印制菲斯托斯圓盤的時候，掌握書寫知識的只有少數幾個宮廷和寺廟文字記錄者，因此對圓盤制作者的精美產品幾乎沒有什麼需求，對投資制作所需要的幾十個手壓印模也幾乎沒有什麼吸引力。相比之下，中世紀歐洲潛在的印刷品暢銷市場則誘使許多投資者把錢借給古登堡。定居生活與技術積累，從250萬年前使用的最早石器，到取代我用來印刷本書手稿的1996款新激光打印機，它剛剛取代已經過時的1992款激光打印機。人類的技術一直在發展，開始時發展速度慢得難以察覺，幾十萬年過去了，我們的石器看不出有任何變化，用其他材料制造的物品也沒有留下任何證據。今天技術發展非常迅速，報紙上天天都有報道。在這漫長的加速發展歷史中，我們可以挑出2次意義特別重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10萬年到5萬年前，之所以能發生，大概是由於我們身體的遺傳變化，即人體現代解剖學進化，使現代語言或現代大腦功能或兩者成為可能。這次飛躍產生了骨器、專用石器和複合工具。第二次飛躍來自我們選擇的定居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不同地區發生的時間不同，有些地區早在13000年前就發生了，有些地區即使在今天也還沒有發生。就大多數情況而言，選擇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們採納糧食生產聯繫在一起的，因為糧食生產要求我們留在作物、果園和剩餘糧食儲備的近旁。定居生活對技術史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它使人們能夠積累不便攜帶的財產。四處流浪的狩獵採集族群只能擁有可以攜帶的技術。如果你經常遷移，而且又沒有車輛或益處，那麼你的財產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於攜帶的小件必需品。你在變換營地時，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機之類的累赘。這種實際困難或許可以說明何以有些技術出現得驚人地早，接着停了很長時間，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已證明的最早陶瓷藝術品是27000年前在現代捷克斯洛伐克地區用粘土燒制的人像，時間上大大早於已知最早的用粘土燒制的容器，也就是14000年前在日本發現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區
在同一時間還出現了關於編織的跡象，但直到大約13000年前才出現了已知最早的籃子，大約9000年前才出現了已知最早的布，這才用證據驗證了編織的出現。儘管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已經邁出了這幾步，但在人們定居下來，從而免去攜帶罈罈罐罐和織機的麻煩之前，無論是製陶還是編織都不會產生。糧食生產帶來的定居生活使財產積累成為可能。不僅如此，由於另一個原因，糧食生產還在技術史上起了決定性作用。它在人類進化中首次使發展經濟專業化社會成為可能。這種社會由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養活不從事糧食生產的專門人員組成。但我們在本書第2部分已經看到，糧食生產在不同時間出現在不同大陸。另外，我們還在本章中看到，本地技術的發生和保持不僅要依靠本地的發明，而且也要依靠來自其他地方的技術傳播。這個因素往往使技術在没有可能影響其傳播的地理和生態障礙的大陸上發展最快。這種傳播可能發生在該大陸內部，也可能發生在其他大陸。最後，一個大陸上的每一個社會都代表了發展技術和採用技術的進一步機會。因為各個社會在創新精神方面，由於許多不同的原因而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技術發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許多潛在發明家和許多相互競爭的社會中的廣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區。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糧食生產的開始時間、技術傳播的障礙和人口多寡這3大因素的變化是如何直接導致我們所看到的各大洲之間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差異的。包括北非在內的歐亞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陸塊，包含數量最多的相互競爭的社會。它也是最早開始擁有糧食生產的2個中心的陸塊。它的東西方向主軸線使得歐亞大陸一個地區採用的許多發明能較快地傳播到歐亞大陸具有相同緯度和氣候的其他地區社會。它的沿南北次軸線的寬度與美洲巴拿馬地峽的狹窄形成對照，它沒有切斷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的那種嚴峻生態障礙，因此對技術傳播的地理和生態障礙在歐亞大陸沒有在其他大陸那樣嚴峻。由於所有這些因素，後更新世技術的加速發展在歐亞大陸開始的最早，從而導致了本地最大的技術積累。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傳統上被視為2個不同的大陸，但它們連接在一起已經有數百萬年之久，有着類似的歷史問題，因此可以将其一并考慮，以便与歐亞大陸進行比較。美洲構成了世界上第2大的陸塊，但比歐亞大陸小得多。然而，它們在地理和生態上卻是支离破碎的。巴拿馬地峽寬不過40英里，等於在地理上將美洲腰斬，就像這個地峽上的达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生態上的所做的那樣。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將中美洲人類的先進社會與北美洲的社會分割開來，而巴拿馬地峽則將中美洲的先進社會與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亞馬遜河地區的社會分割開來。此外，美洲的主軸線是南北走向，這使得大部分技術傳播不得不逆緯度和氣候梯度而行，而不是在同一纬度內發生。例如，輪子在中美洲發明，而美洲驼不遲於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脈中部馴化，但過了5000年，美洲唯一的益處和唯一的輪子仍然沒有碰頭。儘管中美洲瑪雅社會與印加帝國北部邊界之間的距離只有1200英里，與同時享有輪子和馬匹的法國與中國之間6000英里的距離要短得多。在我看來，這些因素足以解釋美洲在技術上落後於歐亞大陸的事實。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第3大的陸塊，但比美洲小得多。在人類大部分歷史中，到歐亞大陸比到美洲容易得多，但撒哈拉沙漠仍然是一個主要的生態障礙，将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歐亞大陸和北非隔開。非洲的南北軸線造成了歐亞大陸與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間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區本身內部技術傳播的又一障礙。作為一個例子，
陶器和煉鐵術出現在或到達撒哈拉以南的撒赫勒地帶，至少與他們到達西歐一樣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1年才到達非洲南端，而冶金術在從歐洲由海路到達非洲南端時，仍未通過陸路傳播到那裡。最後，澳大利亞是最小的一個大陸。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雨量稀少，物產貧乏，因此就其所能養活的人口來說，它實際上顯得甚至更小。它也是一個最孤立的大陸。此外，糧食生產也從未在澳大利亞本地出現過。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澳大利亞成為唯一在现代仍然没有金屬制品的大陸。通過對各大洲的面積和现代人口的比較，將上述因素量化。1萬年前糧食生產出現前夕，各大洲的人口數量我們無法得知，但想必就是表中這個排列的順序。因為今天生產最多糧食的許多地區，對於1萬年前的狩獵採集族群來說，可能也是物產豐富的地區。人口的差異引人注目，包括北非在內的歐亞大陸的人口差不多是美洲人口的6倍，非洲人口的8倍，澳大利亞人口的230倍。人口多意味着搞发明的人和相互競爭的社會也多，這一點大大有助於說明歐亞大陸的槍炮和鋼鐵的由來。各大洲之間在面積、人口、技術傳播的難易程度和糧食生產的開始時間等方面存在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對技術的出現產生了種種影響。但所有這些影響都被誇大了，因為技術可以自我催化。歐亞大陸在開始時的巨大優勢，因此就變成了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492年以來的巨大領先優勢。其原因是歐亞大陸獨特的地理條件，而不是那裡的人特別聰明。我認識的新幾內亞人中就有潛在的愛迪生，不過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用於解決適合自己情況的技術問題，那就是不靠任何進口物品在新幾內亞叢林中生存的問題，而不是發明留声機的問題。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第13章，需要之母。期待在下一次的讀書分享中與你再相逢。